中国茶。大家好，提起中国茶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很多外国朋友都很喜欢喝中国的乌龙茶和茉莉花茶。那么大家对中国茶有多少了解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茶。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并使用茶叶的国家。茶作为饮料饮用，大约是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。饮茶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。当时南方人非常喜爱喝茶，后来茶从南方传到了北方，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茶叶种植量最大的地区。公元前7世纪，中国的茶叶传到日本、朝鲜。16世纪以后，又陆续传入欧洲、美洲和非洲。现在，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茶树。茶叶、咖啡和可可被称为世界3大饮料。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，茶叶种类繁多。据统计，中国茶叶有上千种，市面上常见的茶也有100种左右。按照加工工艺和发酵程度的不同，中国茶通常可分为以下7大类，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。1. 绿茶。绿茶是不发酵茶，制作工艺比较简单，主要是杀青、揉捻和干燥。中国绿茶的特点是茶汤淡绿，清香扑鼻，味道清新。有代表性的名茶有杭州西湖的龙井、苏州太湖的碧螺春和安徽黄山的毛峰等。一般来说，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、浙江一带的人比较爱喝绿茶。2. 乌龙茶。乌龙茶又叫青茶，是半发酵茶，主要经过杀青、揉捻、烘焙和发酵等工艺制成。乌龙茶的特点是茶汤金黄，气味清香，口感浓郁，味道甘甜。代表性的名茶有福建省的铁观音、大红袍、武夷岩茶，台湾的洞顶乌龙、东方美人、高山茶等。一般来说，中国东南部沿海的福建、广东一带的人比较喜欢喝乌龙茶。3. 红茶。红茶是全发酵茶，主要经过萎凋、揉捻、发酵等工艺制成，汤色红亮，气味浓郁，味道香甜醇厚。代
代表名茶有安徽的祁门红茶、云南的滇红等。4. 白茶。白茶是微发酵茶，制作工艺简单，主要是萎凋和干燥。白茶的特点是有自然的清香和淡雅的口感，代表名茶有福建的白毫银针、白牡丹和寿眉。5. 黑茶。黑茶是后发酵茶，经过长时间发酵加工而制成，有散茶和紧压茶，茶汤深厚，口感醇和。黑茶茶性温和，适合长期存放。代表名茶有云南普洱茶。普洱茶分为生茶和熟茶，生茶是自然发酵茶，汤色黄绿，清香甘甜。熟茶是人工发酵茶，汤色红浓，香醇浓郁。另外还有安化黑茶和六堡茶等。普洱茶分解脂肪和降血脂的功效很显著。6. 黄茶。黄茶是轻发酵茶，加工过程多了一道嫩黄工艺，使它的汤色成为黄色，口感醇厚。代表茶有君山银针、蒙顶黄芽等。7. 再加工茶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花茶，比较常见的花茶有茉莉花茶、菊花茶、桂花茶等。茉莉花茶是在绿茶中加入干燥的茉莉花加工制成的，既有浓郁的茉莉花香，又有清新的绿茶香。中国人说的花茶，一般是指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特别受到中国北方人的喜爱。菊花茶是把小菊花通过晾干、蒸晒和烘焙制成的花草茶，以夏天饮用为主。取3-4朵干燥的菊花茶放入茶壶中，倒入热水，根据喜好，可在茶汤中放入2-3粒冰糖，然后放入冰箱。夏天饮用冰镇菊花茶有消暑清热、解毒消炎的功效。桂花茶由桂花和茶叶加工制成，茶汤绿而明亮，有补阳、排毒、美白、润肺的功效。综上所述，以上7大类中国茶，每种都有独特的风味与功效。茶里含有人体所需的多酚、咖啡因等多种营养成分，有抗氧化、提神醒脑、减肥降脂等多种功效。在中国，饮茶也是一门艺术，比如中国南方的功夫茶，就讲究要慢慢品尝茶叶的味道，叫品茶。
茶冲泡好后，先把茶杯捧到鼻子下面闻一会儿，这叫闻茶。接着欣赏一会儿杯里的茶汤，这叫观色。然后喝一小口，含在嘴里，细细品尝茶水的味道，最后再慢慢咽下去，这叫赏味。现在茶叶作为礼品互相赠送，已经是中国人加深感情的一种方式。客来敬茶更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礼节了。总之，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，茶的种类繁多，味道各异，多饮茶有益健康，愉悦身心，陶冶性情。请问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对哪种茶感兴趣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谢谢观看，下次见。